灵儿，你师兄这几年怎么一直没露面？快摸牌啊，灵儿！小琼峰的棋牌室中，九九打着哈欠问了一句。灵儿笑道：我之前一直在闭关，也不知此事呢。二筒吗？我师兄应当也是在闭关修行吧？师叔，您是不是没酒喝啦？我这里也没有了。本师叔就没自己的师兄了吗？九九禁不住翻了个白眼，随后却咂咂小嘴。就是五师兄酿的酒吧，比小长寿酿的酒缺了一点点味道。玄雅，该你了。有秦玄雅拿着手中的玉石，对比着这面玉石跟其他玉石上的图案。最近刚接触这一项小琼峰新兴保留项目的他，打得还不是很顺手。他小声道：我要拿你打的这个，然后打出这个刻画着4只细条的玉石。说起来，我也许久没见到长寿师兄了，心底倒也有些想念。哟，九九顿时笑眯了眼，看着有秦玄雅，又看看灵娥，突然发现两个人都十分的淡定。这瓜吃的毫无乐趣可言。熊灵力的大手捏起刚被有秦玄雅打出去的玉石，吃5筒。九九轻喝一声，哼，看我准天仙之手。言罢，他在那堆砌成长方条状的玉石堆中拿出了最边缘的一块，而后眼前一亮，攀倒面前的玉牌，兴奋地喊一声：怎么清一色？快点，零食零食！灵娥和熊灵力顿时抱怨几声，有秦玄雅却是温婉的一笑。三个人各自拿出了几枚零食递给九九，九九顿时笑得花枝乱颤，眼中一片亮晶晶。一场洪荒之中的雀牌小赛继续下一阶段征程。半日之后，四人去了灵兽圈中，寻了2只看起来有些食欲不振、厌食厌世的灵兽，本着成全他们的心情，将他们带去了湖边欣赏风景。然后就架起了烧烤架，备好美酒菜肴，开始了今夜的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师兄这次也确实好久都没露面了。灵娥看了眼袖口宝囊中的指道人，有些担心地嘀咕了一句：这种情形确实很是反常，自己都已经出关半年多了，师兄还没有过来训斥。九九小声问：该不会是修行出什么事了吧？不可能的，师兄修行不图快，不贪功，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，绝对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长寿师兄可有闭关石留下？这个……灵娥摇摇头，眉目间不自觉流露出了少许的担忧。所谓的闭关石是一类法器，能够感应炼器士闭关修行时的状态，或是走火入魔，或是遇到危险，可以及时提醒师朋亲友来救治。有些事便是不提还好，一提了就开始止不住的乱想，随后就陷入了某个怪圈。很快这九九有秦玄雅灵娥都开始担心起来，尤其是灵娥说了那句：师兄每次闭关都会提前通知我一声，这次却没有。3位小琼峰吃货团资深专家已经是坐不住了，也就是熊灵力知道自己表兄是无所不能的海神，此时并没有什么担忧之感。不行，这个真的要去看看。九九道：一声不吭的就闭关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有秦玄雅轻吟几声，低声道：说我们打扰了师兄，那岂不是坏了师兄修行吗？九九小手一挥：大不了你跟灵娥以身相许，算是赔罪吗？师叔！灵娥的脸蛋一红，但是随之又满是忧色。有秦玄雅倒是很淡定地抿了抿嘴，言道：师叔，莫要开这般玩笑话，有辱长寿师兄的名声。这般我去丹房附近走一走，若师兄没有在闭关，自会为我开启丹房外围阵法。走走走，
九九招呼一声，带着灵娥、有情、玄雅一同飞向了丹房外围阵法的边界。到了此地，能够感受到前方林中灵力流动，三个人静静等了一阵儿。有情、玄雅不由问道：“有没有进入阵法的通路？”灵娥和九九齐齐摇头，三个人的担心愈加浓郁了。九九大喊一声：“小长寿！”这呼喊声没入阵法之中，半点回声都没有。正此时，某个依然被大量讯息充斥着心神，即将完成这一次受道的人教弟子，一缕心神被这声呼喊扰动。小师叔，灵娥，玄雅。李长寿虽然还是无法从教学程序中脱离，但也能够分一点心神，勉强抬手结了一个手印，打开了师妹专用的入阵通路。灵娥、玄雅，这里的阵法是不是打开了？九九指了指前方林中，好奇地问了问。灵娥取出一块玉石，看着玉石上闪烁的绿色微光，轻轻松了一口气。师兄没事，我们还要进去吗？当然，都到这里了，我们进去看看他在搞什么。当下，九九一手拽一个，拉着两个人就冲进林中。刚打开阵法通路的李长寿，此刻再次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。还好，本体正趴在地下密室中，丹房中只是躺了一具纸道人。九九三个人看到的情形便是这般。丹房各处蒙了一层细细的灰尘，李长寿躺在丹炉前，面容很安详，静静地闭着双眼，也不怎么喘气儿。师兄，灵娥禁不住声音有些发颤，连忙冲了上去。但是有情、玄雅修为稍强，此时脚下一点，已经是出现在了李长寿的身侧。跪坐，抬手，一根仙指搭在李长寿的手腕上，闭目感受。仙力运转如常，元神之力平稳。有情、玄雅轻声说着，似乎并无大碍。他没事怎么会躺下了？九九皱眉凑了过来，跪坐在李长寿头顶，手指点在李长寿的额头，仔细地感应着。灵娥倒是想起了什么，也跪坐在另一侧，小手轻轻地掐了一下自己师兄的手指。这触感硬硬的。仔细体会，哈哈哈，果然是师兄的指道人。根据本师叔诊断，九九一本正经地道了句，这应是心力憔悴睡过去了。此前可能炼丹太累了，有时候呢，练气是炼丹，练气太累，确实是会陷入这种深层次的熟睡。你们不用担心，一般呢，遇到这种情形，只需要一位女炼气士以口对口之法渡一口阴柔之气，如此就能立刻醒过来。哎，你们两个都是他的师妹，谁来？真假？此事……灵娥看向有情、玄雅，后者却也正看向他，两个人目光交汇，突然有着一缕电光火石划过，旁边的九九顿时掩口窃笑。我来吧。有情、玄雅轻声说着，目光颇为坚定，内心毫无动摇。灵娥却是略微皱眉，想要提醒这是师兄的化身，又怕暴露师兄的秘密，而且心里又有些不舒服。灵娥硬着头皮道：师姐，还是让我来吧，我从小被师兄带大，与师兄比较亲近一些，师兄也不会反感此事。九九在旁边迅速搬来了木凳，抓了一把灵瓜子儿，进入了看戏状态，那双大眼贼亮。有情、玄雅轻轻地抿了一下嘴唇，似乎还要继续开口。灵娥心底一叹，怕师兄的化身之事暴露，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来。两个人目光碰触，却是谁都不让谁。哎，突然之间，这躺着的李长寿就发出了轻轻的闷哼声，抬手扶着额头，睁开双眼，眼中尽是茫然之色，沙哑着嗓音：你们别搞事，我现在正头疼。李长寿慢慢坐起来，灵娥和有情、玄雅连忙搀扶
他身后的九九瞬间就收起了瓜子儿板凳，满是乖巧的跪坐在那儿，眼中满是对失职身体的担忧。师兄，你没事了？长寿师兄，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啊，没事。李长寿揉揉眉心。灵儿，你上次闭关到现在已经多久了？师兄，我已经闭关了3年，现在已出关半年了。3年？圣人老爷给了一片莲花瓣，就是整整3年。哎呦我去！李长寿刚想吐槽，迅速恢复几处指道人化身的仙识，突然精神一振，猛地吸了一口气，少见的露出了几分急色。这怎么还打起来了？言罢立刻闭眼，心神立刻回兜率宫中的那一具指道人，留下大中小仙女面面相觑。我家圣人老爷这传道的方式简直是太霸道，但霸道之中又带着一丝丝的细腻。老君传给我的都是很纯粹的炼丹感悟，没有半点提升我道境的只言片语，那些圣人道运也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。莫非老君也觉得我现在渡金仙劫还不稳，所以让我多做准备？应该是了。回头还是要再审查一遍，最好我能对金仙劫有更直接的了解。李长寿的心底快速划过这些念头，兜率宫的指道人睁开眼，并未再见到老君的踪影。他确实不敢耽误，连忙起身朝着殿外匆匆而去。外面出事了。兜率宫外，龙不吟虎不啸，天仙境的一人一龙在兜率宫大门前扭打成了一团，确实是扭打。敖乙此刻正跨坐在卞庄的身上，对着卞庄那英俊潇洒的面庞就是一阵猛捶，后者已经是鼻青脸肿了。而卞庄怒吼一声，猛地一脚将敖乙踹飞，怒气冲冲的大喊：你打我脸，这兄弟没得做了！言罢猛扑而上，摁住敖乙，报复性的挥拳痛击其面部。好家伙，这要死要活的，圣人门前撒什么欢啊？哎，等等，兄弟！李长寿略微有些懵懵然，还以为自己是被圣人老爷的醍醐灌顶灌得有些智力失常了。但仔细一瞧，这两个家伙确实都没有用多少仙力，仿佛只是在发酒疯，发泄着心底的情绪。侧旁有几只酒杯，不远处呢还有一把断成2截的木杵，更远处还有一只被掀飞的矮桌，几只被打碎的酒坛。而他们打斗之地被一股熟悉的道韵笼罩了起来，应该是大法师出手将这一人一龙打斗的情形遮掩了。李长寿一阵无语，这3年多到底发生了啥？一个之前还要对另一个喊打喊杀，一个曾经爱上另一个女装的模样，现在就已经称兄道弟，还在进行一场兄弟间的肉搏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李长寿感觉头都要炸了。冷静淡定，这世上的荒唐事总是能够超乎自己的想象。李长寿快步走着，趁着这短暂的空档迅速完成了一系列的自检工作。本体打坐，继续消化残留的圣人丹道。这一次在兜率宫得到的好处巨多，老君给自己的丹道指明了一条路径，可以直接抵达丹道终点的那种。6转灵丹在召唤，9转金丹不是梦啊！而李长寿心神分作4股，观察四海龙族情形，检查安水城海神庙指道人库以及后堂，探查小琼峰情形以及门内各处状况，顺便还分了一些心神，整理了一下自己这一具老神仙皮指道人的发型。正所谓头可断血可流，发型不能乱嘛。嘿嘿嘿，还好各处都算安稳，3年并没有什么变局。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观察了一遍，稳妥起见，稍后还要细细探查，整理这3年缺失的情报。暂且收神，
赶到兜率宫的大门处。李长寿见老君的2个童子此刻正坐在一旁墙上晃着脚丫，2个人还饶有兴致地嘀咕着：他们2个打得好难看哦。咱们要不要去帮忙啊？我帮变装，你帮敖乙。行啊，那我帮敖乙拦住你不就好了？看拳！嘿，八卦熔金烧柴掌！就听几声轻喝，2个童子在墙上翻到了后院，迅速又扭打成了一团。果然是被点化的童子，看着不是很聪明的样子。李长寿没有多去看2个童子打闹，快步出了宫门，突然见到了大法师就站在宫门之前，好整以暇地看着那边互殴的敖乙和变装。此前李长寿的仙识完全没有捕捉到大法师的存在，不经意间方显境界。醒了，所得如何？大法师笑着问了一句。李长寿叹道：唉，老君之丹道博大精深，弟子还需要细细琢磨，自是终身受用。唉，老君是老师的化身，跟老师一个性子。大法师苦笑道：凡事能简单的绝不复杂，当时便是我也昏睡了半日，倒是难为你了。圣人老爷的道境弟子不敢暗自揣摩，但这大概就是大道至简之理吧。大法师也是禁不住笑出声来，那个差点脱口而出的懒字，大法师也是不敢多说。大法师的下巴对着那边抬了抬。这2人怎么回事？这弟子也不太明白。弟子这就拦下他们，在兜率宫前这般打闹，当真是不成体统。唉，让他们打一阵就是。大法师笑眯了眼，如此精彩的搏杀，也是许久未见了。放心，老君外出修行，兜率宫中现在咱们俩说了算。那就打吧，既然大法师想看。